22岁了，还由妈妈每天安排生活，是种怎样的体验？加穗子的这种依赖生活已经持续了22年。每天早上8点，妈妈会准时叫他起床。洗漱完毕后，他需要妈妈帮他确定今天穿什么衣服合适。每天上学，妈妈会开车接送，以确保他的安全。甚至连吃完饭后的洗澡都需要妈妈帮忙。然而今天这种情况终于被打破了。这天，加穗子来办公室找老师做就业指导，毕竟全班只有他还没有找到工作，老师都替他着急。这时，一个抱着画板的男人进来了。男人叫阿初，也没找工作，想专心画画，梦想就是超越华家所。阿初自信满满的说完就要走，结果转身给了加穗子一个大礼。加穗子被砸得眼冒金星。等阿初道歉走后，他在地上捡到了一支颜料。中午在食堂时，加穗子又碰见了那个男生，他赶紧叫住阿初，把早上借的颜料还给他。阿初看完微微一笑，接过颜料，说快用完就扔了吧。然后他在加穗子对面坐下，看到加穗子豪华的3层便当，阿初感叹这待遇简直人比人气 S 人。加穗子解释那是妈妈帮他准备的，还说妈妈每天接送他上下学，甚至连面试的公司都为他做了详细计划。没想到阿初听后直接崩溃了，当场对加穗子进行了一番严厉质问。当天晚上，加穗子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，这是他22年人生里第一次听人说他是温室小孩。全子知道后却没太在意，觉得女儿只是比旁人家的孩子更娇宠一点。在他心里，加穗子就是最棒的。趁着加穗子吃完饭回房间，全子马上找爸爸解决工作问题。郑高听完老婆念叨，只能点头，赶紧说别担心，已经联系好了。每年加穗子生日，妈妈都要帮他办3场生日会，第1次在外公家，第2次在爷爷家，第3次才在自己家。那天他们刚从爷爷家参加完生日会回来，一进门郑高就接到了部长的电话，部长告诉他加穗子没被录取。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发火，但看到女儿失落的样子就忍住了。全子安慰加穗子没关系，反正将来都要结婚生子，让她直接学习怎么当新娘吧，以后找个好对象就行了。加穗子听完点头赞同，因为她22年的人生，全子的话一直都对。第2天，加穗子在学校吃便当，又遇到了阿初。阿初问他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，加穗子说自己不打算找工作，准备听妈妈的建议练习当新娘。阿初听完气得不行，那样的父母真让人无语。望着加穗子无辜的表情，他忽然灵机一动。阿初问加穗子要不要试试打工，说完不等他回应就拉他去了街上。阿初指着2箱纸巾说发完才准回家，接着还当场教没经验的加穗子如何派发纸巾。看到加穗子已经学会赖皮技巧，阿初说自己还要去披萨店打工就溜了，而加穗子却不知道，接下来会是他22年人生里最难挨的几个小时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加穗子虽然很努力的发纸巾，但直到天黑一包也没送出。忙着送披萨的阿初正好路过探望，发现纸巾一包不少，他很无奈，果然还是高估了这朵温室花。阿初喊加穗过来休息，说自己会帮他发纸巾，作为交换让他赶紧去对面公寓13楼送披萨。而此时加穗的父母已经急坏了，这是加穗22年来第1次没按时回家。妈妈不停地打电话给加穗，但没人接。在阿初的全力协助下，加穗子终于把2大箱纸巾都派发完。他饿得眼睛发花，现在只想躺在地上。幸好阿初眼疾手快接住了他，然后阿初带加穗子到快餐店吃晚饭。加穗子尝了一口就愣住了，这炒饭和他平时吃的味道不一样，比平时的还好吃。那是因为你辛苦了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啊，吃顿好酒好菜就是享受，然后明天就有劲儿继续奋斗。回到家后，加穗子赶紧告诉妈妈，她已经不想当新娘了，她希望找一份能带给别人幸福的工作。虽然全子对女儿的变化感到惊讶，但仍然同意她去爸爸的公司体验一下。这天，加穗子全家受邀观看表妹小希的大提琴比赛，亲戚们都鼓励小希别紧张，她这么优秀肯定能拿第1名。会场上，小希冷静地开始拉大提琴，大开大合间尽显大师风范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舞台上的小希突然表情痛苦，抱着右手整个人倒了下去，家人赶紧送她去医院。然而医生告诉他们，小希右手受伤很严重，以后可能再也拉不了大提琴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小希妈妈掩面痛哭，却没人注意到站在最后头的
加穗子纠结的想说又不敢。第二天，他在学校找到了阿初，告诉他自己在小溪比赛前看到了他右手的伤，当时小溪让他保密，他觉得小溪受伤是因为自己。阿初听完后安慰他别难过，这些是小溪自己的决定。没想到加穗子听完后突然跳了起来，靠太近了。阿初让加穗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加穗子却说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在照顾他，除了折千纸鹤什么都不会。说完还眼巴巴地看着阿初，阿初被他缠得受不了，只好告诉他时间宝贵，如果带5万块过来就帮他折纸鹤。本以为这样能吓退加穗子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加穗子就带着钱来了。阿初真没想到，原来加穗子可是个小富婆，无奈的他只能通宵帮他叠纸鹤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初陪他去医院。阿初想了想，拉住他，嘱咐他进去后别多话，放下礼物就走。他知道小溪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加穗子点头走进病房，结果一见到小溪，加穗子立马把阿初的话全忘了。他天生内向不善言辞，但还是努力安慰小溪，结果却被小溪无情吐槽。小溪说他是自己最讨厌的人，只因之前说他可爱，让他别再装好心了。加穗子完全没料到小溪会冲他发火，此刻他六神无主的发抖，甚至不知道怎样走出医院。从小被妈妈宠坏的加穗子，今天终于尝到了现实的残酷。尽管如此，当看到妈妈的那瞬间，加穗子依然没提起小溪的事，只说探病顺利，就跑回楼上房间。他正抱着头胡思乱想时，阳台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加穗子拉开窗帘，看见楼下丢石子的阿初，他怕妈妈发现，急忙让阿初去旁边神社等着。在神社见到阿初的瞬间，加穗子所有的委屈都涌了出来。他不明白小溪为什么对他说那么难听的话。阿初静静听完加穗子的抱怨后，反而安慰他不必自责，让他放声哭一场，忘掉这事。当天晚上回到家后，加穗子做了个梦，就在梦到关键时刻时，梦中的阿初突然变了样，把他惊醒了。加穗子起床后，惯例让妈妈帮忙挑选今天的衣服。突然他问妈妈，昨晚自己是怎么回来的？妈妈说是一个男生背她回来的，还警告她以后别再和那个男生见面了。加穗子一到学校就奔向画室找阿初，为了答应妈妈不再见阿初的条件，加穗子特意在门外和阿初打电话。不会掩饰情绪的加穗子直接开口问阿初有没有女朋友。听说阿初还是单身狗后，加穗子笑得很开心。接着他问阿初喜欢什么样的女孩。阿初听后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问加穗子是不是有中意的人了。没想到加穗子直接承认，我们不太可能交往吧。回家路上，加穗子遇到小姨，她告诉小姨自己从昨天起一想到某个人就心跳加速，她觉得自己像是生病了。没想到小姨听完却告诉她，她是爱上别人了，让她一定要好好抓住机会。晚上回到家后，她开始做功课，她认真记住了网上的告白方法，第二天就直接跑去画室找阿初表白。阿初看到她纠结的表情，以为她不好意思去找喜欢的人告白，觉得她找自己当练习对象，直接让她开始演戏告白。先是拉近两人的距离，加穗子直接凑到阿初脸前，然后夸赞对方的优点。加穗子说她很喜欢阿初的话，接着制造身体接触。加穗子追着阿初打闹，疼的阿初把加穗子推开，告诉他这种告白方式不行，让他回去想新办法。当天加穗子全家去了外公家吃饭，没想到送披萨的外卖员竟是阿初。加穗子开心地接过披萨，正要回去，却发现妈妈全子突然出现。看到妈妈，加穗子赶紧解释，结果情急之下说漏嘴，直接暴露了最近和阿初偷偷见面的事。全子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回家后，全子质问加穗子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，真没想到会这样。听话了22年的加穗子突然反抗了。加穗子难过的跑出了家门，这是他第一次对妈妈怒吼。泪流满面的他一路小跑，跑到了学校的画室。阿初察觉到加穗子的难过，关心的问他发生了什么。加穗子努力平复情绪，告诉阿初他和妈妈吵架了，妈妈居然把他喜欢的人批得一文不值。那你干脆就向暗恋的男生告白吧，趁这股气势怎么样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其实我喜欢你，小初，我喜欢的人就是你。什么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加穗子就被自己尴尬醒了。再想起昨天对阿初的告白，加穗子脸红心跳。尽管加穗子和妈妈还在冷战，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让他拿着2件衣服找妈妈选。但加穗子再次出房间时，全子气得差点爆发。这是加穗子第一次没穿妈妈指定的衣服，
画室这边，阿初心情烦乱。加穗子昨晚的表白让他无法静心画画。就在阿初胡思乱想时，加穗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直接把阿初吓了一跳。加穗子慢慢靠近阿初，他看起来像是下了决心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被阿初当面回绝的加穗子站都站不稳了。为了阿初，他和妈妈闹翻了。现在阿初又拒绝了他的告白。走在路上撞到路牌都无感。此时的他只想回家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好好大哭一场。22岁的他昨天才首次尝到恋爱的甜蜜，今天却领略了失恋的苦涩。加穗子觉得太难受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开始查找应对失恋的方法。他准备忘记阿初，大哭一场。但当他要删除阿初的联系方式时，却犹豫了。这时爸爸进来，让他赶快起床，一起去外公家。到了外公家，加穗子忽然看见外公的啤酒，想起网上说喝啤酒能治愈失恋，他决定试试。在得到爸爸同意后，品尝了人生的第一杯啤酒。真没想到加穗子一喝酒就停不下来，趁爸爸不注意，加上外公的怂恿，他一杯接一杯继续喝。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放下杯子直接跑出了外公家。加穗子酒劲上头，一路跑到学校画室。阿初见加穗子满身酒气，惊呆了，赶忙说自己最讨厌醉酒的人，让加穗子快点回家。没想到他听完就直接火了，一气之下毁了阿初的话。阿初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立志要超越毕加索的作品，会被加穗子贬得不值一提。不信邪的阿初想得到最真实的评价，继续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，没想到却被加穗子全都嫌弃。就在阿初感到绝望的时候，加穗子突然盯上了他的一张人物素描，眼睛发光。晚上宿醉后的加穗子被爸爸提醒，渐渐记起昨晚喝醉后的事。随着记忆拼凑，眼睛越睁越大，回忆起下午对阿初做的那些事。他现在真想从这个星球消失。就在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的时候，阿初发了一条见面短信，让他重新振作。到了约定地点，阿初给他看了一张素描，画里是他爸爸低头恳请的样子。阿初告诉他，父亲去过画室找他，他会继续和他保持朋友关系，希望他以后还能给作品点评。我也因此变得自信起来。第二天，加穗子又来画室找阿初。自从得到加穗子的认可后，阿初感觉自己的人物素描技法简直突飞猛进。他请求加穗子当他的素描模特。加穗子听后有点害羞地答应了。阿初让加穗子躺在沙发上，双手抱头，并承诺会帮他调整姿势。没想到加穗子过于紧张，动作变得僵硬。阿初一脸无奈，让他尽量自然地笑就行。然后笑一下。在阿初耐心的鼓励下，加穗子开始了他的兼职模特生涯。这天，加穗子再次来到画室当模特，但站着站着，表情越来越僵，这让追求完美的阿初画不下去了。他喊加穗子到旁边休息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加穗子告诉阿初，他爸离家出走了，妈妈还不让他联系爸爸，他很担心爸爸再也不回来了。阿初赶忙安慰他别担心，劝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会独立，比如找份工作证明自己，毕竟他不可能永远依赖父母的庇护。阿初的话让加穗子瞬间打了鸡血，回家就告诉妈妈他要找工作积累经验。虽然犬子第一反应是拒绝，看到加穗子很认真，一向疼爱女儿的他还是同意了，不过一定要自己全程陪同。在犬子的精心安排下，加穗子成功在家附近的幼儿园找到保育员助手的工作，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去看护其他孩子。就这样开始了加穗子的幼儿园打工生活。这才刚开始。这个被宠惯了的女孩第一天工作，放心不下的妈妈一直躲在旁边陪同。看到女儿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妈妈紧张的心跳加速，恨不得冲上去帮她解决一切问题。就在加穗子被一群小朋友围住，导致一个小女孩摔倒哭泣时，犬子终于忍不住冲了上去，代替加穗子安慰哭泣的小女孩。她刚到家还没开口，妈妈就告诉她别去那份工作了，觉得加穗子不适合，现在的小孩太娇气，一哭一闹事情特麻烦。可怜的加穗子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短暂打工经历。这天她又来画室给阿初当素描模特，但是这次她的面容相比之前那次更加纠结了。阿初无奈地说不画了不画了。加穗子对阿初说自己打工的事被妈妈安排好了，问阿初有没有更好的主意。从画室出来后，加穗子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去外婆家。加穗子告诉外婆自己喜欢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和她不同，好像没有家人。加穗子觉得阿初很孤单，
他想帮阿初，却不知如何下手。外婆微笑着听完他的苦恼，问加穗子要不要亲手给阿初做份便当。加穗子眼睛一亮的点头，但立刻又摇了摇头。他对外婆说，在家里都是妈妈做饭，自己什么也不会。外婆告诉他没关系，不会做便当的话就亲手做几个饭团吧。正当加穗子用心捏饭团时，外婆给他妈妈打了电话，她希望犬子能放手，让加穗子自己成长。但犬子说，他只是想为加穗子尽力，他不想以后因无能为力而后悔。与其说疼爱孩子，相信孩子难上加难。夏天依旧炎热，自从进入盛夏，傍晚也没有凉风。尽管如此，也挡不住阿初去工地扛水泥。一天工作结束，好不容易坐下休息，耳边突然传来加穗子的声音。阿初一直很奇怪，加穗子每次都能准确找到自己。他发呆的时候，加穗子已经跑到他面前。加穗子高兴地告诉阿初他做了便当，说完就打开饭盒开始介绍。没想到阿初看到饭团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笑容僵住了。他说他不喜欢吃饭团。加穗子又露出那种纠结的神情。阿初马上解释，自己的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他7岁时留下几个饭团就离开了，后来他被送去孤儿院，从那天起他就讨厌吃饭团。加穗子心疼阿初的同时，手里却拿起阿初母亲当年买的颜料，安慰他说一定能找到他母亲。阿初说才不是。加穗子看着阿初手足无措，这是阿初第一次在他面前发火。加穗子没有听阿初的话整理东西回家，而是坚定地走进了小河里。他只知道那颜料对阿初非常重要。阿初看到加穗子不顾一切地在小河里找，心中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。阿初直接冲过去抱起加穗子，他被阿初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，只能一动不动任由阿初把他从小河里抱起来，然后安全送到家门口。这次阿初没躲，而是认真地看着加穗子的妈妈，决定坦率表达自己的心意，希望你们同意我们在一起。这是一个被妈妈溺爱了22年的巨婴妈宝女孩，今天却对妈妈说想要独立生活。犬子静静地听完加穗子的表白，冷冷地回应了句知道了，接着回房整理行李回娘家，留下父女俩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生活还是得继续，虽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离家出走，妈妈不在这些天，加穗子决定自己当家，先收拾餐桌，但她一横扫，牛奶就被打翻，接着声东击西，盘子也摔碎了，最后一头磕到桌子，叮咚一声。旁边的爸爸看呆了，忘记给他打分。接下来是准备晚餐，倔脾气的加穗子拒绝了爸爸想点外卖的提议，今晚他决定自己做蛋包饭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加穗子以为是妈妈回来了，兴冲冲跑去开门，没想到门外站着的是爷爷。原来爷爷和奶奶吵架了，爷爷说要来住几天，这对还没学会独立的加穗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。忙了几小时的加穗子，最后还是让爸爸用手机点外卖。生活的挫折令他意志消沉，爱情上也进展缓慢。尽管阿初那天晚上的话已经接近表白了，但加穗子还是希望阿初能当面叫他的名字，正式对他表白一次。然而阿初天生害羞，不敢喊出，表示让加穗子再给他一点时间准备一下。当天晚上，加穗子和爸爸一起去了外婆家，他们决定低头妥协接妈妈回家。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外婆和妈妈在交谈。妈妈说她对加穗子的溺爱是因为她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她，只有加穗子无条件的爱她，所以当加穗子说想独立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于是就气冲冲的回娘家了。犬子的话让加穗子感动的流泪，她不再逃避，而是像小时候一样冲到妈妈面前。她由衷的感到愧对妈妈。犬子最终还是没跟加穗子他们回家。外婆安慰加穗子说没关系，让妈妈静静心，明天就会回来。加穗子虽然依依不舍，但还是跟着爸爸回家了。虽然外婆已经保证过了。隔天加穗子依旧心神不定，阿初看他心事重重，赶紧上前安慰。看到加穗子每天坚持给妈妈发短信，这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烧。女的纯真再次打动了他，情到深处自然而然。阿初终于对加穗子说出了那句话，和一个很顾家的女孩谈恋爱是什么感觉。这个女孩前一秒刚被告白，我最喜欢你了，加穗子，下一秒就要求结婚生孩子，我们要不要生个孩子？啥？加穗子告诉阿初，他外婆得了绝症，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。为了让外婆在他过世前看到他结婚生子，他决定跳过恋爱阶段，
直接当妈妈。没想到阿初听完立刻反对，他说为了让外婆抱孙子而结婚，这是本末倒置，而且他们才认识不久，但长期被妈妈溺爱的加穗子始终认为家庭最重要。他觉得阿初因为没有家人的陪伴，所以不能理解他此刻的感受。阿初听完他的话，彻底崩溃了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加穗子思想根本不在一个频道。和阿初分手后，加穗子彻夜难眠，看着镜中泪流满面的自己，他下定了一个决心。他到外婆家，告诉外婆和妈妈，他跟阿初分手了。他决定开始相亲，争取尽快结婚生娃。然后不管妈妈和外婆的惊讶，就离开了。加穗子一回家就急忙去相亲网站报名，第二天就一个人去会场开启相亲之旅。可是无论见到谁，他都会在对方身上看到阿初的影子。终于他明白，阿初已经是他无法忘记的人了。尽管相亲不顺利，回到家的加穗子还是习惯性的露出笑容。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家人。然而一进门就看到外婆在，外婆告诉他家人在外公家开会。他受不了那里的压抑气氛，跑了出来。接着外婆还问加穗子相亲的情况。加穗子一听到相亲就头疼，赶紧对外婆说今天的男生他都不满意。没想到外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。你虽然这样说，尽管被外婆看穿了心思，但加穗子的相亲之路还是不停。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来了。这天加穗子像往常一样准备交换卡片，没想到一抬头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阿初告诉加穗子自己是来这边打工的，这种相亲活动必须得有帅哥来活跃气氛才行。加穗子看到阿初后，眼里掩盖不住的欢喜。他告诉阿初，前几天他无意间去了他曾经待过的孤儿院，在那里发现了一封阿初妈妈留给他的信。加穗子希望阿初能去看看，信里可能藏着他妈妈离开背后的真相。阿初受不了加穗子那无助的眼神，最终阿初还是陪着加穗子回到了孤儿院，从院长手中接过了妈妈留给他的那封信。一段母子的往事尘封多年，故事也在这一刻被揭开。原来那年阿初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巨额债务，逃避现实的阿初妈妈也意外沾染上难戒的东西。为了保护年幼的阿初，妈妈最终选择离开阿初去自首。多年后从监狱出来的她有了新家庭，但此时她已经不敢再去见阿初了，只希望阿初能过得幸福，有加穗子陪在身边。阿初总算到了妈妈的新住处，女人见到阿初后泪如雨下，不停道歉。母子重逢，阿初心情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她告诉妈妈自己现在很幸福，让她别再为自己担心。说完便带着加穗子离开。然而在等车时，阿初还是哭了，看着眼前流泪的男孩，加穗子再也藏不住心中的情感，她一把将阿初搂入怀中。这个男生前一秒还在和眼前这个妈宝女说分手，后一秒就哭着求女生别离开他。不要和我分手吗，加穗子？阿初跟着加穗子回到了他家，当着加穗子父母的面表明了要娶加穗子的决心，但全子却态度坚决地提出反对，甚至警告加穗子如果敢和阿初结婚，就和他断绝家庭关系。妈妈的话让从小被惯坏的加穗子惊呆了，他久久没回过神。阿初看见加穗子的表情，忍不住发笑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提醒加穗子先去看望外婆。他拼命努力画画，希望得到妈妈的认可。加穗子去到医院，看到陪伴外婆整晚的妈妈，心疼地帮妈妈盖上毯子。就在此时，外婆终于苏醒，费力地摘下了呼吸机面罩，告诉全子自己想回家。在外婆的坚持下，全子还是同意了。全子三姐妹轮流照顾母亲。这天加穗子带阿初去探望外婆，阿初送给外婆一幅自己画的素描，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安慰加穗子的外婆。没想到外婆看后说话不完整，这话不行哦，这里没你啊。得到外婆认可的阿初非常开心，立刻向外婆承诺一定不会辜负加穗子。这时外婆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她让加穗子从包里取出一个戒指盒，告诉加穗子这是特意给她的。第二天清晨，外婆安静地离开了。加穗子的外公握住外婆的双手，不停地重复生前未说完的话。告别外婆后，加穗子跟阿初回到画室，他第一次意识到失去亲人竟然是这种感觉。从小最疼爱他的外婆忽然去世，让加穗子觉得很不真实。他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个梦。这时阿初突然关掉灯，然后把加穗子拉到画室中间。阿初告诉加穗子外婆的离世让他很有感触，他现在就要和加穗子结婚，无论生病或健康，他都会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反倒更应该结婚。互许终生的加穗子和阿初站在全子面前，他向妈妈表露自己真的爱阿初，
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，犬子回想起母亲曾对他说的话，相信孩子跌倒后会自己站起来。此刻犬子决定放手，让加穗子独立。阿初看到犬子终于点头，激动的起身承诺，一定会好好照顾加穗子。时间飞快到了他们婚礼的日子，加穗子穿上了犬子曾经穿的婚纱，望着呵护了自己22年的妈妈，她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加穗子非常感谢妈妈多年来的悉心庇护，让她能够无忧无虑的成长。今天她终于要离开妈妈的怀抱了，谢谢你，妈妈。这部温暖人心的日剧到这里结束了。当我们有一天成了父母后，也会想把最好的给孩子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怎么都不过分，但宠爱识别，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。我们应该相信，孩子跌倒了能自己爬起来。咱们下一部剧再见。